本节目由风靡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养乐多了没？你们是怎么样看待我刚刚讲的这个劝分小组？只有劝分手的人才是真正单身的人。分，大家一起单身，3天不联系就等于默认分手。丢了跑了摔倒了没有办法联系怎么办？我有的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什么要独处3天啊？是昏过去了吗？他只是想静静。我很吵吗？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，每周日、周一、周二中午12点，陪你边喝边唠。本节目由风靡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养乐多了没？来树洞参与讨论，姐妹们为你排忧解难，还有周边拿。来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姐妹们的茶话会的不同打开方式，欢迎做客姐妹们的茶话会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，一起纵览星辰大海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艺自制综艺《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》，欢迎大家。世界的美少女，国际的养乐多，我们的茶话会由风靡全球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养乐多了没？养乐多了。首尔其实大家比较熟悉，他是通过那个奇葩说，但其实首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作家，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作品啊。但是应该也会收到很多网友的一些私信啊，去咨询你很多这种两性的情感。对，其实相比说作家的，更像一个情感博主。他是属于那种很倾听型的，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困惑呀，我都会直接跟他聊，他会立刻给我做出一句话的解答，然后立刻开始说自己的困惑。换个角度讲，其实就是彼此的一个树洞关系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有人去跟我说这些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首先，他们是信任我的，就他会觉得你听了他的事情，给不给他建议都好，但最起码你不会去嘲笑他，或者是说出去，或者是有恶意的对待他的、看待他的感情问题。是，小唐，你每次你有这些事儿，你都跟谁说呀？我有的时候会跟就是我闺蜜说，然后有的时候会跟我妈说，跟你妈妈说啊？但我妈妈就是有的时候她不理解，她会首先觉得她自己很理解，然后一顿进行教育我，但是我觉得她说的都有点谬论。其实前段时间啊，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火的一个感情的帖子，当时呢好像很不能理解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起来看。热心网友在线劝分，包您满意。近期拥有27万人的某论坛劝分小组彻底出圈，原因是组内高楼，七夕节男朋友让我陪他回家收谷子，我要分手吗？引起热议。从楼主抛出的截图看出，女生一早请好假，计划跟男友过一个甜甜的七夕，谁知男生中途放鸽子，说要回家帮忙收谷子，并期望女友同行一起劳动。从满满的期待到满满的失望，决议七夕节变单身节，嗨！但想到与男友的过往情谊，又于心不忍，于是在线迷茫，寻求一剂爱情猛药。网友们个个来劲儿，大笑之余在线劝分。哎呦 ，What's up people？ 难道你就是女版的恋与耕作人？不分不是人系列，分了吧分了吧，和他一起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他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吗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所以就是收谷子，然后引起了这个闹分手的一个事件哈，很多人都劝他们分。对这个事件，你们到底怎么来看呢？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。3、2、1，请亮牌。好，林夏，你不是恋爱脑吗？你怎么也会气炸了？就是情人节嘛，每一年只有一次，我就是为了你请假了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你要回家收谷子？跟你一起啊，不还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多好啊！你们家的那个谷子，它是只有情人节才能收吗？还是有情人节特惠吗？那情人节陪你待1天，第2天就带你回家收谷子。
那就过完情人节，应该可以吧？要看情人节过得怎么样。就是想过情人节，就是他换一种方式说，我想和你在情人节当天一起手牵手，去那个稻谷田里，你追我跑，来追我呀！然后顺便收一道谷子，你会愿意去吗？收谷子有什么浪漫的呀？一看你就是没收过谷子。我就去过农村，然后收谷子很累的。感觉这帖子是你发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杨丽子，你觉得呢？多好的一个机会啊！我真的觉得会很好玩，因为我很喜欢农村。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吃饭，东西直接弄到盘子上，或者直接从超市里卖，我们也没看到它背后的那些过程。但是农村里，它真的是每一个部分都是由你自己双手打造出来的。所以如果看到这个帖子，我的回复是：怎么报名收谷子？我想去，自费。哎呦，你有去过农村吗？去过呀。他喜欢呀。你特别喜欢？我特别喜欢农村。那后来怎么在城里待着？我是哦，对，学生啊。他是学生，他其实很喜欢环保。哦，他很喜欢做这些东西。看得出来。看一下 Erica 怎么说来。我觉得完全可以。现在在日本，很多年轻人都去农村买房子，然后在农村种田，然后种米，跟大自然生活，脱离这个城市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法国人也很喜欢农村呢，就很浪漫，很田园。田园风。就是手谷子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，我觉得。可能这个男生的沟通方式不太对，他不应该这么随意发给他。我们换计划什么？女生很介意，就是你沟通的方式，你有没有尊重那个女生的时间？所以，如果你的男朋友这样给你发信息，说你想不想在这么特别的一天跟我回到我的家乡，一起去看看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？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我还可以手把手教教你怎么样来收谷子。我们可以过一个那种田园的乡村的浪漫的情人节。对，都是沟通，因为是一样的活动，但是你说出来的不一样啊。这是免费劳动，我告诉你，而不是沟通。不好骗，不好骗。太清醒了，太清醒了。我们先来看看阿菊怎么说来。就说男朋友有那么好找吗？男朋友一点都不好找，好吗？真的，而且他愿意让你回家见家长。就我觉得见家长这件事情，在我们国家是非常浓重的，而且带你回去收谷子，那叫孝顺。孝顺的男人有那么好找吗？那他如果让你住在招待所里，不带你回家见家长，只是收谷子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男朋友真的很不好找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小事情就开始计较的话，那就有一点小问题了。如今频频点头，很有共同语言。对，但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如果要收谷子，肯定是收谷子啊。我觉得这个帖子里面过分的不是男孩，是女孩。女孩不是最喜欢讲那句话，问你理想型是什么？说我喜欢性格好的，我喜欢孝顺的。那人家现在很孝顺啊，妈妈叫他收谷子，他就回去收谷子。对啊。这时候这个女孩子现在发帖说要分手，这女生是不是醉了？我立刻过去告诉他离开我儿子，对吧？对吧？大家不是喜欢向往的生活吗？就喜欢那种就是这样说很治愈、很疗愈，然后现在跟我说不行，七夕必须吃什么烛光晚餐之类的吗？真的，你看你要回家见父母的话，爸妈可能会包点红包，对不对？做点好吃的给你吃，也是挺好的。对啊，这样七夕就过得很浪漫哎。我们来看一下那边有一个人就不这么想哎。我完全不这么想的。首先呢，好像男方也没说要让你在那儿收谷子，对不对啊？他收他的，我在旁边吃瓜子不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也陪他嘛，过情人节。但是我主要的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，我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怎么就晚上有这么多人是选分手的？他们
完全在不了解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下，他就提你们怎么分手，你们干嘛干嘛干嘛？你了解我，你了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吗？你不了解，那提什么提呀？来，你听我讲啊，我给你科普一下，在这个某论坛上有一个叫做劝分小组，劝分小组呢一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？一共有27万人。然后这个小组呢主张是劝分不劝和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小组叫做劝和小组，他们是专门劝人和好的。但是呢，这边劝和呢是6000多个人，没做宣传，宣传没做好。小刀，你知道这些小组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没事儿会逛某论坛。比如说我就说我吧，你去那个某论坛查我的名字，你会发现所有的评论都不是什么好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劝分的比劝和的多，是在我意料之内的。我有一段时间啊，很爱看那儿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小组是我很关心的小组，然后那个小组呢，有的时候偶尔就会聊到我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挺温暖的。但是后来我又被一小部分就不太温暖的东西有被伤害到。我发现温暖我的内容跟伤害我的内容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伤害会更大。就是人有的时候会记住那个痛，记住的更明显一些。所以后来我就选择就不看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，你们是怎么样看待我刚刚讲的这个劝分小组？其实我的老公的哥哥的前女朋友，我们就管她叫前嫂子吧，这个太长了。在那个小组里面发过一个帖子，问大家该不该分手。但是问题是，他说的全部都是哥哥的各种各样的缺点，但是他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招人讨厌的地方都漏掉了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写个帖子我首先不是人，然后哪人，他肯定是说对方坏话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大家是过来吃瓜的、看八卦的，还是真心想帮忙，就不管是什么人，全部扑上来说：“哎呀，赶紧把他甩了呀，他配不上你这个那个的。”所以我觉得这些帖子有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，那个写帖子的人，他有可能像前嫂子一样，把一些现实的东西扭曲了一下，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漏掉了，为了博得大家的同情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只有单方面的解释，就没有听到双方的故事。对，所以其实还蛮偏见的。你不喜欢这个劝分手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只有劝分手的人才是真正单身的人，就可能真的是跟老公离不了婚呐，或者是自己生活上导致到的因素和元素，所以才自己不能在现实中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就在网上劝陌生人啊，达到一个生活中的一种认可吧。对。像如今这样就一直以来在演习分手这件事情的人，对我就是，如果有人来问我，我就分，分，就是我们单身的，你们还会问我们要不要分，大家一起单身。我就是嫉妒，见不得你好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是坏的，分。而且，但是有时候你不觉得你听到别人说分的时候，你就在想说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但是你知道是分人，是你会，因为你很成熟，就是比如说有人看你分，你会看那个评论，哼，你在教做事吗？对，我就你说呀，你让我分是吧？我就好给你看。但是他们是自己发帖子的，就他们来问我的，你来问我，我就说分。你刚刚讲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告诉你，或者2个人告诉你，但你真的发了一个帖子之后，它会有个投票率。对，比如说100个人里，真的有90多个人告诉你说分，也有可能会有几个人告诉你说不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原来大家都这么觉得，是不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？但我觉得主要是劝分的人，大家就是没有负担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大家开心，就是劝分起哄。说句话的人不需要付出代价。对，但是你劝和的话，你要给他理由，那就比较有难度了。一般网友就不喜欢太有难度的，对吧？你要我劝和，我要跟他说，哎呀，其实他这样是对你好的，要跟你讲道理，要给你讲理论，可能就卡住了。所以只有6000多个人过了这一关啊，6000多个人太有空打1000多个字给你分析。对。林夏，你觉得呢？在马达加斯加是没有这种关于感情的网站的，连一个关于爱情的节目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网红是做这种关于爱情的事情，就是这俩，他们俩。
然后他们在网上呢也会受到很多批评，就比如说这个，不在网上发布照片的情侣等于完美情侣，就是大家都觉得情侣就不要把自己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就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们就还比较传统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网上劝分的人应该是经历了很多在感情方面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在感情方面很幸福的人，他是不会去网上去劝别人去分手的。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斥有一些真心想帮忙的人，就是我也认为大部分应该都是要么是过来看戏的、看八卦的，要么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有一些不好的经历。但是有一些人真的会把回复这种帖子当做一个爱好，就是不管是情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，就是有一些人真的会很喜欢去帮助别人，用自己的经历去给别人一些建议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帖子，肯定会有一少部分这样的人存在。但是不一定你有资格去说，就可能你自己也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爱情故事去判断这个对不对啊。我没有说有没有资格啊，我说真心想帮忙。对，但是我是讲爱情这方面的，就不是说所有人劝分手是有资格的，就可能是如今一个人分，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恋爱经验，他说的到底也对不对嘛？如今的分是带着恨说的，恨的。其实有了这种很难的事情，可以找自己的闺蜜、身边人。真正的好朋友，他会跟你一块难受，但是他肯定不会去跟你说你去分手，他肯定先让你冷静下来。这你就错了。我闺蜜会，有些人就是玩不够，比如说前嫂子。他跟所有人都吐槽，问该不该分手，这个那个的。就有些人他就是玩不够，那就是谁都想吐槽自己的对象。不过人都会喜欢跟陌生人说自己的心事，因为有时候你在现实中你会担心你认识的人怎么看你。对，比如说有些事情过于奇葩，你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恋爱的发生的事情啊，你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。但你觉得在网上毕竟是躲在一个 ID 后面嘛，毕竟是陌生人，我觉得这种他人看法的压力会小一些，所以他们会在网上求助，有时候只是单纯发泄了。对，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，就你们觉得分手这件事情上，男女生会有一些思维差异吗？小唐，我看过一个帖子嘛，然后3天不联系就等于默认分手。女生吗？就是他们会觉得女生是这样想的，如果一个人很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他会每天不停的想要联系到他，想要找到他。你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特殊的事情，或者说一些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你3天不联系我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就在等同于你告诉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。我刚刚脑子里想了一下，如果我谈恋爱的话，我不会3天不联系。你怎么看？谁会3天不联系啊？被关起来了吗？你去参加青春有你了吗？对啊，你手机被没收了，还能藏手机呢。哎呀！而且我觉得3天不联系我，你肯定3天会联系别人。哦，对。那谁是你最想联系的人呢？我们忍不住就要问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联不联系我倒是不在乎，你联系了谁，我相当之在乎。你知道这样。然后我问你们，他比如追你的时候3天不联系，你会答应他吗？不会。追你的时候每天都给你送养乐多，是吧？恨不得每天联系，然后突然在一起了以后，突然3天消失了，说彼此需要一些空间，这肯定是不行的呀。所以啊，你1天不喝你就够难受了，更何况3天不喝养乐多，不能想象哇，对吧？这个恋爱这种事儿啊，有时候就是说不准。有的人呢，他就喜欢喝什么，喝甜甜的红瓶啊；有的人呢，就喜欢喝什么清爽的蓝瓶，对吧？男生不联系你，可能真的是忙，没把这个当事儿。这是个理由吗？它不是个理由。你在说什么？求生欲特别的强，说服不了自己。它不是个理由。哎，如今这个你受得了吗？就是突然一个人3天突然就不联系你了。我觉得3天不联系，他绝对是要跟我分手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当代社会怎么能做得到3天不发任何的东西？他跟人家出了三亚玩了3天，回来跟你说，哎，对不起，给你看个照片，我跟你交代了。问题来了吧？陷入沉思。我觉得3天如果不联系的话，我第一个可能会特别担心。
出啥事儿了哈。对，就你如果在没有办法去联系的状态下呢，像就是军人啊，像《太阳的后裔》嘛，那特殊情况就是那大家都能理解，是吧？还有像杨丽子喜欢骑车，如果要是爬山的时候手机没有信号，然后丢了跑了，然后就摔倒了，没有办法联系，怎么办？万一杨丽子被人带去爬山了，杨丽子被人带去爬山，指不定回来的是谁。别说了，大家不愿意跟我去爬山了。他不知道爬山的梗。不是，我知道。哎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知道那个剧我看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我赚你了，别小看我了啊。我倒想听听男人们的3天消失的理由是什么。这样哈，我们来看看街上的男人他们是怎么想的。不是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3天不联系他，应该会吧？有，说明就一个人就想单独处一会儿了，不是说我不爱你了，对不对？说明3天之后就过来找我了。我跟我女朋友有时候3天不联系，有时候我打游戏打得过火了就忘不联系。我又不是渣男，也不是海王，他在我身边消失一小会儿，我就会很难受。因为2个人遇到也不容易嘛，我还是会珍惜这一段感情的。他们联系你，你也没联系他呀。假如说你觉得对面是想分手，那你肯定也是想分手的，那分呗，因为你自己是想分手的。可能就是不想跟我联系了吧，可能就和别人在联系吧。那得看什么样的女朋友吧。如果特别合意的，我可能1天都接受不了。如果是那种本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的，那可能就很久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谈过女朋友，这都是假想的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敢说呀，这位哥哥，不怎么喜欢谈什么恋爱。对啊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哎，这个真的挺敢说的。很敢说呀，一点求生欲都没有。但是你看啊，你看有一个男生，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说不会啊，不会想分手啊，我有的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，独处一会儿。什么要独处3天啊？是昏过去了吗？他只是想静静。我很吵吗？你不吵吗？是有点吵。我可以安静的坐在旁边呀。3天。分手这件事呢，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很多的理解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哈。杨丽子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中国女生好像倾向于拿出来“分手”2个字来威胁对方，让他老实点儿。但是在美国，虽提分手的更多是男生，但是区别是他不是威胁，他真的会跟你分手，然后他会在外面玩一圈，几个月以后他还会回来找你，说要重新开始。美国女生一般是分了就是真的分手了，就是不要你了。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其实肯定是有差异的，大家思维模式都差别是很大。就像刚才杨丽子说的，其实男生的后劲是比较慢的，就一般分手女生是马上会难过，会很伤心，然后呢，他们1-2个月之后能走出去。但是男生的话，他一开始会很开心，觉得我单身了，我要出去玩了，我跟朋友去喝酒了，然后当他玩够了1圈之后，他又开始空虚寂寞冷，又开始觉得哎呀，我还是女朋友好。但这时候女生可能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人。就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拍拖可能会7-8个月，然后他们在脑海里面会有一个 list， 就是一个列表。对，我要长得好看吗 ？check。愿意陪我玩密室逃脱吗 ？No。会煮饭吗 ？Yes。就花7-8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都捋出来，看你到底及不及格，这个分数打得怎么样。然后如果你不及格的话，那我就跟你分手吧。结果到下一个那个人比之前打的分还要低，所以才会吃回头草。所以我觉得男生肯定心里会记着一个这种，计算一下，很理性啊，肯定是一个会计师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叫"女人的心都是死在一些小事上"。女性呢，她会把爱落到非常实际的层面，就是你看，我们经常会，你要求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，所有的男的都会问一句话：至于吗？就他们会说我爱你，他并不觉得有小事情可以证明这个爱。你看刚才那个男的说3天不联系不代表我不爱你了呀，但是女生很容易在一件小事上，比如你做了这件事你不爱我了，你做了那件事你不爱我了，就是我们会划线，把具体的行动跟他说的爱，就是把它连起来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艾黎怎么说。在
在照顾女生这个方面的话，中国男生已经很甜蜜啊。比如说女生大姨妈来了，就是一个中国男生，他会很愿意去照顾你，给你什么盖被子什么的，热水什么的。法国男生的话，大姨妈来了，我们为什么也要见面？你的心情这么差。其实我们在法国有一首歌，就是吐槽女生大姨妈的时候要见面，就是很烦的事情。呀，对，就是不能再听了，再听我们就要反省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他刚才说美国男的那样，怎么他是法国男的？怎么我们身边这些都是佼佼者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我现在也觉得怎么回事 ？Lucky girl。对呀。哎，乔丽亚，你也讲2句吧。我觉得女性太容易想多。他如果给我发了个完，后面没加表情，我生气。凭什么呀？我给你发了你，而且他一定要发的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给我加个表情？而且我们有时候发晚安是希望他回复再聊一会儿。你不聊，你至少表情量要比我丰富一点。女性真的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，容易想多，而男的大部分都是太直了。我妹也是一个超级直接的人，妹妹，你觉得男生跟女生面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差异吗？分人。像我们身边这种佼佼者啊，他们应该会是比较还不错的。但有一些男的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跟你好好的去恋爱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所谓。但是如果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他真的是很爱对方这个人，我觉得他对分手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了，都会挺难过的，都会很难过。我说一点真实的感受，年轻的时候我是那种劝分不劝和的人，因为我也情绪很表达特别直接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为别人做选择。对，稍微长大一点之后，我变了，我变成劝和不劝分了，因为我觉得多一点希望总是好的。大家都是独立的，所以我们个性都挺强的，我们谁也不靠，我们都靠自己。而且在恋爱当中，很多人现在因为自己够强烈，所以也不太愿意为对方做很多的改变。但是我必须要说啊，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跟如何跟爱人相处，其实它是2回事。遇到合适的人呢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特别小概率的一个事件。因为分手和试错呢，其实不会增加它的概率，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有可能遇到那个更加合适的人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。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，每周日、周一、周二中午12点，陪你边嗑边唠。我们来看看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婚姻的这个描述。看这种视频，你们不觉得会很悲伤吗？放弃自己是最可怕的。我真的是发现，在中国的电视剧，女主角特别喜欢和小三儿去辩论，谁会和她讲话呀？就直接打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女人她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你想想，一个男的宠成什么样啊？一个男的，你竟然允许小三到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面前去叫嚣，2个已婚的上头了。姐妹们的茶话会，每周日、周一、周二中午12点，陪你边嗑边唠。电视大屏看姐妹们的茶话会，就用奇异果 TV 来爱奇艺拍小视频，测测你在茶话会中的角色担当，还有红包拿。爱奇艺专属流量，随时随地想看随意。爱奇艺微博、微信搜索豆芽表情，获取姐妹们的茶话会同款表情，能看电影，能玩游戏，姐妹们都爱用的爱奇艺奇遇 VR，陪你做自己。看更多姐妹们的茶话会幕后趣事，就到爱奇艺阅读 APP 冒泡社区，上微博参与姐妹们的茶话会话题互动，和姐妹们一起边嗑边唠。上快手搜索姐妹们的茶话会，更多独家精彩内容抢先看。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百度搜索姐妹们的茶话会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拿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，一罐创意，罐罐惊喜。彭小仙发现娱乐新鲜价值，有中华万年历 APP 记录重要日程，不错过和姐妹们的每一次茶话会。来新浪新闻客户端解锁姐妹们更多话题讨论。速率充电，治愈红色焦虑，关心绿色生活。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。感谢微博、快手、百度 APP、百度百科、聚淘 APP 搜狗输入法节点鱼罐头、速率、彭小仙。新浪新闻、搜狗娱乐、闪光表情、Wonderland 中文版、Freestyle 精美 APP、网易新闻、详细新闻客户端、天翼视讯、全新娱乐、毛铺娱乐、小白娱乐、环太娱乐、迎金娱乐、Zucker QQ 超级粉丝团、成都娱乐帮、鱼丸、鱼老爷、热门遥控器、追北、节子日报、闲人赏、36人娱乐、金鱼网、名家、雨果娱乐、咸鸭蛋生活、西半球、新娘公考、眼课、飞鱼、17快乐粉丝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